嗨，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啾啾健康咖和健康1+1同步直播的时间了。那我们今天呢，要提醒大家哦，如果您还没有订阅啾啾健康咖的朋友，赶快趁这个时候帮我们订阅一下。那我想请问大家哦，最近啊，其实这个不含防腐剂这件事情，好像大家都非常的关注，所以我想请问大家，你是不是在超市看到这个不含防腐剂的标示，会觉得，哎，这样的食品一定更健康呢？但是呢，最近我们在台湾的一些网络上面就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不含防腐剂的东西反而不能买。哎，这个听起来我真的是有点震惊哦，这到底是真的吗？很多人都以为防腐剂就是有害的东西啊，吃多了会让我们的身体坏掉，甚至我从小，包括我从小到大就听到说，你如果常吃泡面就会变成木乃伊。大家有听过这样的传言吗？还是只有我这一届的同学才听得到？那我们今天呢，如果你有听过这句话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大咖微生物学专家王少红教授呢，就会带我们了解，就是为什么有些食品标榜无防腐剂，却可能暗藏致癌的风险，还有泡面不加防腐剂，为什么可以放这么久却不会坏？还有一种新型的益生菌防腐剂，真的能取代传统的化学防腐剂吗？我想看完今天的节目，你可能会彻底颠覆对防腐剂的想象，可能会重新思考，哎，到底应不应该追求零添加？好，我们赶快欢迎直播间的大咖王少红教授。Hello，王教授，你好。舅舅好，各位大家好。是王教授，我们知道哈，就是在我们今天要讨论防腐剂这个话题之前啊，因为其实在前不久我们才跟王教授，因为也是前阵子台湾出现了这个洪灾嘛，水灾啊、淹水的情况，王教授在之前就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有分享，就是说当你出现洪灾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来做一些保护自己啊，然后做一些健康的一些防护措施。那因为我们知道光复在9月23号出现了这个哇，这个应该是说堰塞湖整个的溃堤，哇，我看到这个情况，包括我们过去直播的这个参与直播的郑元瑜医生，现在也到了光复的现场，还有我的家人也去了现场。帮忙清洁哦，帮光复村、光复乡的朋友们恢复家园。我看到那个画面，我真的觉得全台湾的人真的是这次心都连在一起，然后都动员起来了。所以真的首先还是要祝福大家一定要平安，因为我们知道恢复家园它需要可能一段时间，我不能说漫长，它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大家注意健康，然后稳健的把后续的恢复的情况做好。但是首先我们还要请教一下王教授，因为您之前跟我们讲，就是水灾有一些可能防护啊，对个人健康的防护的一些提醒。那王教授，我们可不可以趁这段时间，我们也跟观众朋友们，可能现在因为我知道留言里面也有在光复乡的朋友，所以可不可以请您也提醒他们，或者现在正要去光复乡来做义工的朋友们，给他们一些提醒，或者是说我们应该注意一些哪方面的健康的一些注意事项呢？好的，那第一件事情就还是提醒大家哈，嗯那要去当我们的这些产值超人之前，第一件事情先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好，那真的在这个最危急的时候，最担心的是自己到了那边反而成为别人的负担。那如果自己有糖尿病，那或者说自己有一些慢性疾病需要用药的时候，在这个状况下，我的建议是，先不急着自己就搭上火车，然后到光复去，那还是先照顾好自己。那因为现在政府也大力的去介入了，那我们在逐步的看，慢慢的需要什么东西，我们一起来为光复乡这些灾民们在努力。那除了这个以外，考量自己的健康之外，第二个更重要的事情是，如果你真的到了现场，那因为在水源的取得上面还是有一定的难度，那所以在清洁上面，大家一定要留意不要有伤口。那如果有伤口能够就赶紧做简要的这个外伤处理之后，然后消毒杀菌之后，然后就不要再去碰，那可能就离开做二线，就可能做一些后线的这个勤务，就不要到现场去。
那并不是说大家不去帮忙铲这些厚厚的泥巴，那就没有办法做一些事，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是，好的，非常谢谢王教授哦，在这个时候给要去光复村的光复乡的铲子超人，给他们一些建议。因为我看到真的全台湾动员起来，我其实心里还蛮感动的，然后但是也很忧心，就怎么，哎呀，台湾真的也是算多灾多难的，但是我们还是祝福光复乡的朋友们，然后你去到光复乡的这些义工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产子超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好，把自己照顾好，因为你把自己照顾好，就是能够帮助现场的朋友，然后你才可以有一个力气去帮助他们。Yeah. 好，那我们也持续啊，如果有什么进一步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来跟我们的观众分享。那我们好，今天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了，就是最近我们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热门的话题，就是你看到标示不含防腐剂的东西不要买。我觉得王教授，你有看过这个话题？这听起来真的违反我们的常识哦。所以，请问这是真的吗？我相信这个话题可能在现在媒体上面大家都会希望说，可以吸睛，那所以呢，就会有一点点比较耸动的这个下标啦嗯那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觉得这还是一个不正确的一个观念，但是至少让大家注意到这件事情，这也是好事啦。嗯，那什么叫做没有防腐剂就是，可能有危险那不必然啦相信嗯大家小时候也都吃过那种非常干非常硬的饼干，那这些东西也不需要刻意的去加防腐剂啊，因为它本来就不可能去长微生物，因为它没有嗯水所嗯。以除非说它已经碰到水，已经有点软烂，那当然就有可能需要再留意一下怎么样去使用它。是，所以其实这个话题让人家觉得很耸动，然后看的人也很多，几百万人。所以我想，因为其实啊，因为我们不得不讲哦，我们讲一些新闻事件好了。因为之前有一款出事的花生酱，那这个花生酱非常的有名，当时店家就说：“哎呦，这个其实啊没有防腐剂，但是却被检验出花生酱里面的黄曲毒素是不合格的，所以就被要求下架，还有暂停生产。”哦，这款坦白说，这款花生酱，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因为它很知名嘛。那黄曲毒素，它其实我们知道会致癌的毒物，不加防腐剂反而真的更加危险了。那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嗯，在第一件事情还是要跟大家提醒那个黄曲毒素或其他的真菌毒素啊、是，没有味道，没有任何的你可辨识的方式不会说因为你吃了觉得苦苦的那就是有黄曲毒素都没有哦，所以它一定要靠检验。那再来就哇哦，是对黄曲毒素呢，它是没有办法靠防腐剂去抑制的，所以嗯通常是因为原料端它有污染所以很可能它的原来的假设说它是坚果类的这样的一个类似 peanut butter，那它可能取用了这个peanuts，可能就有一些污染过了。那因为呢这些污染的这一些霉菌呢导致它呢在制成之前可能就有少量的这些真菌毒素，但我们在制成过程当中那个温度是不可能让它可以坏掉因为要让这个真菌毒素要破坏，至少都要超过300度以上所以呢，一般我们家里面或者一般的这个食品工厂也比较不会因为特别要去去掉这些真菌毒素，然后呢提高那么高的温度，因为那样子就不好嗯，吃了。那所以哦，对于这样的一个黄曲毒素主要是原料端的问题。那我们的防腐剂通常是为了它的成品可以摆得比较长久所以避免在我们使用过程当中有微生物的进入所以并不是说那个用防腐剂就可以维持说它没有黄曲毒素的污染。对，那像我们可以看到这画面里面呢，好像一个 peanut butter，那我们如果说要刻意让它可以防腐，事实上呢，它也不太需要额外添加太多的防腐剂因为它嗯里面的水分呢是被这个油因为我们知道 peanut butter 里面有很多的油，这油脂呢会把它包覆住，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些水呢被这些油脂包起来，
所以它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被微生物吃到。就微生物没有水，它就不会生长。所以通常我们一般食物通常用的方式都让它干燥，让它里面没有办法可以让微生物取得水源来生长，这个才是主要的原因。哦，所以等于是我们之前有一点误解，就像其实王教授也真的解开了我很多的问题。因为过去我们都会觉得，哦，好像花生吃起来苦苦，哦，这个可能是有含华曲毒素，但是黄曲毒素其实是无色无味的，你也看不见，你可能就是要透过检验。所以呢，还有刚才也其实王教授意思就是，我们如果花生酱有没有含黄曲毒素，跟有没有加防腐剂其实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大家不要误会了，说哦，我们要加防腐剂才可以避免这个黄曲毒素。那么接着问题就来了，就是食物防腐对食安其实还是蛮重要的，但是主要的防腐剂过去给人家的刻板印象就是对身体不好嘛。那以前有句话就是爱吃泡面会变成木乃伊。王教授，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这听起来有，很可怕。对啊，你听过吗？对，我应该跟舅舅大概同一班的。同一班同学，对不对对？对对，我们是是同学。小时是，候就常常会被这样说。那小时候对。听到这样的说法就觉得很好玩，因为嗯，防腐剂大家就想到，是不是用甲醛啊、福马林去防腐？事实上对。我们食品里面不会有这些东西。哦，你还比较生物学一点，因为我个人就会相信我还相信说，长辈说我们会变成木乃伊，或者是说，反正就是我就会相信说，哦，原来吃泡面会变成木乃伊，就是你看，但是呢，这样的传言，我像很多人都有啊，包括刚才教授跟我，那其实泡面含有大量的防腐剂的迷思哦，其实是真的过去到现在就有，但是其实台湾规定泡面的面体是不能加防腐剂的哦。那么为什么泡面可以这么长久的保存？好像一保存就是最少2、3年吧，应该是有可以吧？或者是1年多，那怎么可以保存这么久而不坏呢？如果说就面体而言以台湾是。的大部分的成品端，它大概都是只能保存6个月因为它哦就是一6个月。个简单的期限的一个，对对对。那因为避免说，你长期储藏造成一个更多的问题。不过事哦。实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泡面它为什么这么干因为它可能透过干燥的这个高温烘烤，那个是比较健康的。那早期呢，呃，包括说最早的泡面是用油炸的它就要把这些水全部给它气化，变成蒸汽离开。所以泡面的这个面里面事实上是没有水，那就跟刚刚提到说没有水，微生物就没办法生长所以主要是因为它没有水所以不嗯。用担心说，面体会有要加防腐剂的问题。哦，就原来是这样子，就是因为它其实没有水，所以它就没有氧气可以让这些细菌可以繁殖，所以它才可以保存到6个月。那所以就是其实还蛮那这样是算是蛮健康的哦，是这个意思吗？不太对。不太对是吗？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几年有一些比较新鲜比较特殊新的一些鲜吗？加工方式，不能讲嗯。新鲜了就比较嗯。特殊的泡面的制成。那制成嗯。呢，它就不用油炸嗯。因为早期日清泡面是最早开发出泡面的。那他是。们最早就是因为没有什么手段可以把水弄掉所以就用油嗯。炸的。那现在有很多哦。方式可以去除水分比如说就用高温的烘烤。那但是高温烘烤，那再加上一个干燥的环境呢，就可以很快的可以把它里面的水分去除掉它就不是。需要那么多的油。那我们知道说，这个高油脂是现在加工食品里面最让人诟病的一块。那所嗯。以如果它没有那么多的油，那它吃起来可能就比较不会那么不健康。那再嗯。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可能舅舅或者朋友也有吃过，有一些号称就是要吸收日月精华，要太阳那个晒到干的这个那个我们的这个哦，关庙台湾面。关庙，对，这关庙的这哦。个干面这干面对。条。那事实上呢，它也是用烘烤的，它就不用油哦。炸。对。那我哦。们可以想象这一些面粉先和了水以后，然后把它挤压，让它可以形成这样的一个有一点点的那个粘连就是我们说有那个筋性那之后呢，我们就把它挤压成面条。
那我们会发现很好玩，像关庙面呢，它像阳春面一样是比较白色的。那我们的是泡面呢，绝大多数都是带点黄色。那主要是因为它的 Q 度。我相信很多人，我猜 QQ 可能那个舅舅可能跟我一样就是小时候吃泡面，就会觉得很好玩。那个泡面呢，会端一端一端啊，那个感觉好像弹簧一样啊，那个是，弹性对，事实上是来自于加了碱水。那这个碱哦水呢，可以让它很有 Q 度。那其实不是哦，只有泡面包括我嗯，们有时候在市场里面如果吃到的一些油面，就这个直接可以拌或者是这些像鸡蛋面，也常常都是这个有一点点黄色。那黄色呢，有一些部分可能是来自于加碱水造成的。这些东哦，西都是健康的，所以只要量不大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呢，是，当它变成面条挤压完以后，我们就必须要把它的水分把它处理掉。所以呢，用油炸因为有高油，那这样就越香。所以呢，原来泡面的制成就是用这个方式来的。哦，那所以，原来是这样，所以面就体事实上是可以不用再去加防腐剂。哦，哎，那这样子，但是很多有一些食物，它是用应该是说用一些添加物来，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了面体它会造成就是你可以保存期限久，是因为跟水有关系嘛。但是很多食物它加的添加物就是延长它的食物保鲜期，像是可以加什么杀菌的或 pH 值调整剂但是有些说法就是有一些酸碱类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吃下肚子里面，我们的肠道菌也会一起被杀光，是这样吗？教授？嗯，那我们先想象一下好了，大家应该都喝过可乐不管是哪一排的可乐，是，可乐的 pH 值可以低到2以下，它是非常强酸的但是我们没有因为喝了可乐以后，我们的益生菌全都被杀死了。那像这些我们的这个饮料里面呢，常常都会再外加一些那个所谓的类似防腐功能的这些分子。那这些东西呢，它的目的因为有水在的状况之下呢，微生物就可能生长，所以就必须让这个微生物呢，就算喝了水，但那个水是很咸的或很甜的，甜到它呢没有办法去控制它的身体的大小或者很咸，咸到它呢水分会被一直吸收出去，让它整个变干瘪高糖高盐大概都是这个目的。那当然高糖高盐也就比较好吃。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比如像我们在油炸就把这个水分去除掉所以呢这些手法事实上都是呢算是有一种类似防腐的一个做法。那但嗯，是像刚刚啾啾特别提到说添加这一些防腐剂其实比较常见到的比如说我们呢可以发现说在某一些饮品里面或者是就像我们泡面好了，泡面我们也会有油包然后也会有一些添加的这一些那个粉料对，那嗯，像这些粉料里面呢，有一些可能一干掉它就不好吃的所以它会做成比较不干的形态。那时候可能就会加一些防腐剂。那最哦，常加的防腐剂呢，比如说像苯酸钾啦苯甲酸，抱歉苯甲酸啦或者是那个山梨酸啦。那这些原来呢，它的来源最早也是从一些这些浆果类不管是蔓越莓啦这些浆果类里面分离出来的。所以它最早的来源事实上也是天然的只是后来有一些用合成的方式，我们可以用化学制成的方式来取代这个纯化成本很高的天然的这些防腐剂所以呢，我们现在常常会加一些这些防腐剂，那并不代表说它就一定是不好的东西，因为它最原始看到就是来自于天然的这些果实为了自己本身不要那么快就腐烂掉有这样一个目的。哦，原来是这样子。哎，但是其实嗯还是虽然就是教授您这样说啦，但是其实很多人一听到化学两个字防腐剂也是就蛮害怕的。比如说食品添加剂，一听到这个，大家一定会想说就是它化学的，
或者是说您讲到说，哎，其实它还有来自天然的成分，所以我们到底怎么来看就是天然跟化学？因为现在不管是东西方社会里面，真的大家对于说 organic 啊，或者是说天然 natural，你知道上面标上 nature，基本上这个价格就可以翻倍，然后大家就会非常推崇。所以我们想请教您，我们怎么来看待天然跟化学，或者是说，哎，只要是合法添加，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安心了，是吗？嗯，我想在这个节目里面一定要先讲第一件事情，如是，果我们可以吃原形的食物，就尽嗯可能吃原形的食物。哎，那如果不得已因为原形食物它第一个可能呢取得不容易可能成本也比较高。那如果不得已状况之下，我们可以搭配一些加工食品那是 OK 的。但是呢，我们不可能把加工食品当三餐来吃。好，所以我们先考量一下，就是使用量。好，所以如果我们的饮用吃的这个量呢，每天三餐吃，那很可能我们的那个使用量上面就会过量。所以在这个正常有正常吃、正常的运动的状况之下，这个少量的防腐剂事实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当然各国都有它的防腐剂的一个上限，它有要求你清楚的标示。所以呢不用太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不标示的那个食品。那当然像我们这一个下面这个跑马灯那边也会写到说，防腐是不是可以很安全？是的。这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的食品科技有非常多的进展。并不必然说一定要加防腐剂，那也不必然一定要加化学合成的防腐剂。也有一些天然的防腐方式比如我们知道蜂蜜如果说再把这个水去除掉的蜂蜜比较干燥型的这个浓稠的蜂蜜，事实上它可能只有表面刚开始可能会有接触到这个湿气，它可能会长菌。如果它没有接触到湿气的状况之下，蜂蜜本身也有一些防菌抑制微生物生长的物质。那还有呢像我们呢常见的一些食品里面加工食品里面比如我们讲罐头啦或者面包啦这些东西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里呢就会有一些新的一些食品那个创新的或者是比较传统的一些杀菌抑菌的方法比如像我们应该有一个影片一个图片可以秀给我们看说，当我们的这一些吃的东西进去到我们的食物里面就是食物里面呢如果有这一些为了防腐而添加的这些酸因为常用的是酸，那酸进到我们的胃里面，我们的胃里面很强酸。那还有刚刚讲像可乐它也是强酸，但到了我们小肠的时候都会被这一些胆盐给中和然后呢到小肠以后呢，它会把它的调整到它的 pH 值酸碱度呢回归到正常，所以不用担心对，像我们的这些东西呢不用担心说我们吃了这么多的有机酸这些为了要天然防腐所加的柠檬酸或者是醋酸或者乳酸那些都是我们传统老祖宗都告诉我们的可以用的这一个防腐的这个有机酸，它进去以后并不会杀死我们的肠道菌。而我们的肠道菌呢，事实上它的存在的环境呢是被严格被我们身体调控的所以除非我们的身体出问题，除非我们没有办法有效的去中和有分泌胆盐去中和我们的酸碱值，不然不会有问题的。是，所以这样子，王教授您这样讲之后，我觉得大家会比较安心一点啊。但是呢，其实还是有一些疑虑哦，比如说您刚才讲了一些泡面啊，然后刚才讲到一些像可乐这样子，但是有一些像比如说啦，就是罐头，我们经常会买的这个罐头，或者是超商的面包，还有包括我们其实喝的这一般都会有一种包装叫利乐包，利乐包的牛奶，我就有时候很怀疑啊，我说牛奶放在外面一下就坏掉，你放在利乐包的牛奶也可以放这么久就是保久乳。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前一阵子我们大家就会很准备这种避难包嘛，或这个防灾食物，其实这些都可以放很久。那我就想这些东西它怎么保存的？是放了很多的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吗？
当然不是哈。那大概在2、3年前这个也有网络上一个谣言叫谣言嗯，说某一家素食店里面的苹果都不放着都不会变色所以呢，是，它的那个苹果片呢肯定有问题，所以不要吃。那个是大大的错误因为现哦，在的保鲜的科技非常多样那我们第一个谈到说罐头，台湾事实上是对，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这个图卡里面最左边就是罐头。台湾在罐头食品是非常那个科技非常前进的。是，那事实上，大家可能听过，台湾曾经呢有一段时间是大量的这个外销我们的凤梨罐头，大量的外销我们的这一个芦笋或者芦是，笋汁所以那个年代里面呢事实上就已经在美国的帮助之下，我们的罐头这一个产业非常发达，而且我们也因为这个罐头产业的发达，制定了很多的安全的要求。那像我们嗯，罐头打开以前大家可能也知道说，打开的时候里面是不会有空气的因嗯，为尽量把这个空气都填满，把空气都排出去，然后封了罐以后，这时候呢再去高温去杀菌。所以罐头原则上它可能那个可能因为撞击的关系有一些渗漏不然呢如果没有这些问题，只要它的外观它的包装是完整的，原则上它不太会有问题那再来像超商的面包，大家一定会很讶异，竟然是，它可以放这么久的时间，然后至少是，放个2、3天，好像也没变色，也没长菌非常对，诡异那对，如果你有留意到的话，好像有，某一些超商的面包拿来的时候，那个包装它不是干瘪的，它也不是嗯，真空包装，它可能对，会用到一些里面好像有气体在里面。是，对，那这种方式呢，就我们称为叫做那个调气处理，就利用一哦，些比如充氮气啦，或者充二氧化碳的方式，去把里面的氧气给赶掉。哦，那再来面包市场，我们会发现很好玩是，以日式的面包或台式的面包，通常吃起来都还蛮湿润的。那它为什对，么不会长菌？因为呢，它做了一些处理。第一个，通常里面可能会放了一个干燥包，有，把氧气，都有，嗯，把氧气给吸收掉。再来呢，它的配方里面呢，通常它会含油脂量高一点点。所以这种油脂量高一点点的状况之下，它可以把水锁在这个油滴里面，让微生物碰不到所以有干燥有锁水，然后会好的包装，然后把这个气体里面的氧气排除掉，它就可以放一段时间这个一段时间不是放1、2年一段时间也顶多只是几天的时间。嗯，那像利乐包，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觉得利乐包非常方便因为呢家里面也想要喝的时候打开虽然味道呢可能不会像鲜奶那么好喝，但是呢好像也不会放个半个月就坏掉。是，那利乐包它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厚而且是多层次的这个包装，但是包材呢它可以阻隔水汽、空气，它可以阻隔这个光所以呢在里面的包覆的东西事实上是可以比较有效的被控制在一个比较完整的状况之下。那当然呢，因为它要出厂之前它的液体一定先经过高温杀菌，那再来包装完以后还会再高温杀菌，所以呢，它原则上为什么味道不像鲜奶那么好喝？原因就是因为高温杀菌了但是呢，它就确保你可以放个1年不会里面长菌不像我们的鲜奶可能呢放个2个礼拜，可能就开始要坏掉了。那最后讲到这个防灾食品就很好玩，因为这几年因为世界各地呢很多的这些灾难出现的频率升高，所以大家也都会有一些意识说，可能要准备一些这个防灾用的这些物质，包括食品跟饮水。那这个食品呢，通常它是一个干燥形态的比如以前在台湾呢很好玩是有人讲过那个军方呢会生产一些饼干这嗯，些战备用的饼干呢拿起来打人呢是会痛的因为它非常干非常硬所以是，可能要泡在牛奶里面吃就是因为它没有水分所以它就可以做比较长时间的这样一个保存。那有一些像罐头食品概念是很像，
但有一些是刻意的比如军方常常会做一些肉干肉干的做法，事实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世界各地呢很多都会有这个把这个肉加了一些盐以后，然后呢去简单的先做的把水排除，然后去晒干所以呢在一个有盐，然后又把水分晒干之后，这样的一个肉品的储存，它的时间就可以增长很久。那再加上良好的包装，它市场放个1年都不会有问题的。嗯，哇，我觉得其实王教授你解开了我心中长久以来的疑惑哦。就我虽然做健康这么久，可是我还是一直有这个观念，觉得它一定添加了很多防腐剂，包括这个利乐包的牛奶，还有其实平常有时候回到台湾之后，我很喜欢吃超商的一些食物，但我也会有这个疑问，为什么超商食物都可以保存这么久？没有去深挖，原来其实它还是这个现代的技术可以让它保存的比较完好，所以大家不要误会了，它不是因为加了很多的化学添加剂，让你觉得就好像木乃伊一样，不是，其实是现在我们台湾的这个保存这个技术相当的进步，所以大家其实还是可以安心使用。那么接下来我想还是也有很多人的同样的疑问，比如说罐头或真空包装的食物过期了，尤其是好像其实在疫情这段期间就有人开始在囤一些食物嘛，然后这几年也开始囤一些食物，所以有些食物真的是过期了，但是呢包装看起来都好好的，丢掉觉得好像有一点浪费。所以问题来了，王教授，您觉得这个食物过期了，到底还能不能吃呢？对，这个议题应该在美国，在上一任总统任内就，也是大家都非常在意的嘛，是，也就是希望说可以减少这个食物的浪费。那事实嗯上在欧美通常不会对于食品饮品不会强迫一定有法规来规范说，它生产完以后多久所以比如说它就像药品一样它有一个所谓的保存期限哪一天之是，前就一定要食用或饮用。那当然在台湾可能也是因为罐头曾经也造成过一些的一些问题，那所以呢，在法规的要求之下，台湾就变得很怪就变成所有产品里面呢早期呢就必须要依照它的一个特性可能半年或1个月都要去标示它的这个食用期限所以呢，食用期限一到呢，大家就会很紧张说，那到底会不会坏掉，能不能吃？那我的建议是在台湾，你如果看到现代这个保存期限，你还是不要吃了过期还嗯是不要吃。那除嗯非比如说真的遇到了一些你看到的还没到保存期限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外观不对了比如我们看到这图卡里面，那个碰管就是那个嗯整个里面可能有气体外溢，然后整个把它胀大那或者说可能里面呢这个塑胶包里面呢可能开始那个跟原来的那个压力不太一样，那或者说它的包装已经有缺陷甚至于开始有一些罐头开始生锈，那这些东西呢都可能会隐藏了外面的微生物侵入的机会。嗯那再来最容易判断的方式就是你打开闻味道，或者看了如果还没打开就可以看到它的颜色、色泽、外观你会看到说，它的颜色不太对了，或者说你已经看到，又长了一个绿点或黑色的这点点，甚至于呢，可能开始本来看起来应该是固形的固形物，然后变成开始有点烂掉的形态，这些东西都表示它已经有问题了。所以我们讲说，在台湾写了一个保存期限，那是法规规定但是保存期限如果像在欧美的话，目前是没有这个要求。那另外会有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名词叫based by或者 BBE 就是什么时候之前使用是建议的这样的一个赏味期限。那这个跟日本也一样那日本是有特别呢规定的赏味期限跟这一个食用期限两个期限都会标示。那这个赏味期限，如果我们遇到一个产品里面没有标示食用保存期限但是标示的说有一个赏味期限时间过期没关系，你看一看外观、颜色
味道没有问题，都还是可以使用的。好，在嗯最后呢，我问一下舅舅，你嗯。觉得说，红酒有没有保存期限？哎呀，真的是问到我了。我觉得其实应该没有吧，因为它毕竟是蒸馏过的，或者是它发酵的，对不对？嗯，我们在台湾比较好玩哦，台湾有法规嗯。规定如果酒类它的酒精浓度低于7%，它就必须要求标示这个保存期限。那如果它的哦。酒精浓度高于7%，它就可以不用标示。那所以呢，像啤酒通常是少于7%，所以它就必须要标示保存期限。可是应该是不会坏，对不对？其实啤不会，酒它又放在罐子里面。对，我自己做过人体哦。实验。哦，亲身实验，过期的啤对酒一样喝，还是很健对，康。健不健康不一定但是哦。还是劝告大家啦如果嗯。所有的东西法规它定义当然是有一些它的背景的要求。是。那对于能够在法规里面的使用，如果有任何嗯。的小小的意外，都还可以去索赔。但是呢，哦。在我们的期限之外，你的饮用造成了任何的伤害，那是没有任何索赔的机会。哦，所以这个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如果你吃这嗯，个过期的食物，万一造成了一个身体的损害，那可能也要自己认命。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虽然有些东西它可能，比如说罐头，它可能也不会就是到保持期限不会真的是坏掉变质，但是万一真的你不巧就真的那么 lucky 抽中了头奖，那造成你身体的损害，那我觉得也是得不偿失吧，是吧？是的，是的。是，好，那我们再回到一开始我们讲的那个花生酱的问题。为什么要回到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喜欢吃花生。那比如说，大家喜欢吃饭的时候配个花生啊，或者是花生酱啊，早上涂个花生酱。但是这一类呢，真的是很容易有黄曲毒素，所以我们还是要进一步来借这个机会请教王教授，到底怎么样挑或者怎么保存才安全？因为它无色无味啊，怎么做呢？是的，那美国是全球花生产量跟花生酱使用量最大的一个国家是。那台湾也一样台湾小朋友也很喜欢吃花生酱。那甚至于这个花生酱，可能呢对于很多的大人来讲，回味一下也都很喜欢。那嗯。对于我们可以把简单的把这一些食品可以粗分成两大类。那第一大类就是它的原型的这样原来形态这样的一些食品比如说带壳的花生啊。那像带壳的如果说我们这一些坚果类的东西比较容易看到，就是如果你闻到味道不太对嗯。所以你一打开觉得味道不对，有油耗味，就算它没有坏掉，因为油耗味的就代表它已经出现氧化。那时候它可能会有这些不良的代谢的这样一个分解物出现就可能会产生比较高量的自由基所以呢对身体也不好所以油耗味或者说你在明明看到像我们可能在这个超商或者有时候呢到一些那个 grocery 可以买到这些这个散装的这些产品。那如果你看到色泽是不对的就一定要避开。所嗯。以呢，甚至于你看到有发霉的，那不止自己避开，而且一定要通知这些老板请这个厂商呢他们来处理避免呢小朋友没注意到吃下去。那如果说是这一些已经买来的这些坚果，那我们呢小包装去把它算是密封以后放在冷藏那至少一定不要碰到阳光因为这些油脂类最担心阳光所以嗯。阳光跟空气都是它的一个最大的敌人。所以我们就在阴暗处，然后呢可以把它小包的包装，那就可以避免掉这个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可能会有微生物的污染，然后呢在使用上面产生了一些危险。
那没有刚才您提到就说有油耗味嘛，那如果像就是这些，坚果类的啊，除了油耗味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我们一看到它就知道这个是已经开始变质了，不能再吃了？嗯，最容易看到的就是比如说带壳嗯，花生啊，哈，因为我是，相信大家都吃过。那带壳花生的一个状况就是，如果说这个尾巴的地方或头的地方有一点点黑黑的，那到底是不是霉菌？好，那我们的建议，因为带壳花生它一定要烘烤，所以有可能是因为烘烤产生的那一个色泽变深。好，所以如果你看到的那个黑色的感觉，比较像是这个烤过的东西有一点点碳化的颜色，那个没有关系，因为那个分布会比较就是比较均匀一点点。但如果嗯，你看到的是一个已经出现了霉斑那个霉斑呢，可能那个地方通常不是只有颜色而已，可能那个地方已经也会有可能就是比较脆弱，可能已经会有那个孔洞出现。那甚嗯，至于如果没有烘烤干净的状况之下，那个霉斑的地方通常也比较软烂。所以只要哦，一摸到这个坚果，照理讲坚果应该是坚硬的，所以呢吃起来软软的，那一定有问题。所以这个就哦。要留意。是，所以我想这个要特别特别地注意。所以那如果吃起来软的，然后有油耗味的话，或者是说可能有一点苦味，会不会有苦味呢？苦味是不是也是不苦正常味，的？像我们一开始就讲说，那个我们的黄曲毒素、真菌毒素是没有味没有道的味道的对，那，OK，苦味是怎么来？苦嗯，味事实上是因为油这个油脂里面它遇到氧气，那在有哦，氧的状况之下，它就开始会被氧化分解所以氧化嗯，分解其中会有一些产生的这个代谢的这个分解物是变成醛类或酮类，嗯，那这醛嗯，类酮类就会带有这个苦味。那哦，听起来好像也没那么严重但我们就可是，以想象，这些醛类、酮类，它事实上是因为分解过来产生的一种部分的产物。那另外那一边的产物是什么呢？通常就会带有比较大量的这个自由基。嗯。所以这些氧化以后的自由基，在我们吃下去肚子里面，它可能就会生生不息所以对于我们的肝脏来讲，它就是一个负担。嗯，所以如果吃到有这个油耗味、苦味，我想大家就还是不要，就是尽量就不要再吃了。因为其实我觉得，像这些坚果类啊，对我们的身体真的是很健康，但是它也很容易变质，说真的。所以其实之前，王教授也跟我们讲到很多有关于怎么去保存，如果大家有想要了解的话，可以看看过去我们的直播。那么另外有个问题，我们再继续来跟王教授讨论，就是防腐还有保存食物的技术，其实现在不断的在进步，而且我最近还听说有一种叫新型的防腐剂是用益生菌做的，所以我想请教您，它跟这个传统的防腐剂比较起来，有什么优势或它比较厉害的地方呢？是，那我们想象一下那个为什嗯，么优格或者以前的人我们讲说，做 cheese 好像不会是，有坏掉的问题那最大的问题，最大的原因是来自于这里面有很多的乳酸菌。那这些哦，乳酸菌或者少部分的醋酸菌，它事实上对我们人类来讲，它事实上算是我们的益生菌。那所以这些益生菌它本身也要为了要竞争要生存下去，所以它也会产生一些抑制其他微生物的物质比如说像刚刚舅舅特别提到，有一些益生菌的一些产生的分子最常见的一个叫 nisin 这个叫乳酸链球菌素。这个嗯，乳酸链球菌素呢，那是现在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都公认是可以用来做食品添加。那此外，事实上呢，它的高浓度的nisin 呢，高纯度的 nisin 也已经被纯化，用来当做抗生素使用。所以哦，这个东西事实上它是一个天然透过大量的发酵这一个这个乳酸菌生成的这一个抗生素，所以这东嗯，西它的安全的这个量，它的阈值是比较高的。那是不是只有是，这一个呢？事实上，大概在这10-20年来，有找到非常多这一类的物质，但是因为累积的这个实验的数字
这个我们的文献以及那个各国法规还跟不上，所以目前在各全球这个先进国家里面呢，这一类的益生菌生产的这个益菌素这一类我们通常都称为叫菌素，目前呢都在努力的在看能不能规划，能不能变成是一个法规可以使用的这个材质。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个拭目以待看看能不能在5年左右会有其他的这一些安全的这个菌素会出现。真的要拭目以待。其实这样听起来好像蛮值得期待的。其实今天跟王教授聊这么多啊，其实我自己有一个讯息啊，就是不要盲目的害怕防腐剂，但是有很多研究也提出来说，加工食品、超加工食品吃多了真的也会伤害我们的身体，还有容易造成慢性发炎。所以我们到底应该是害怕防腐剂、添加剂本身，还是说我们整体的加工过程，或者是加工食品本身？王教授，请教你，我们到底要不要害怕？就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就是是，在节目一开始那个我们也特别强调说，如果可以吃原型食物，当然尽可能吃原型食物。那如果不得已有一些加工食品那我们不要常吃都 OK。那举个例子来说，那个以前我们那个都当过学生所以大家都多少都吃过泡面。那真的不得已那个经济拮据的时候，可能也都会吃一些泡面。那但是呢，不要因为这样子，然后就把泡面呢把它污名化是要不至于啦。那在吃泡面最大的问题还是它的高油脂，还有它可能呢高盐。所以现代的这一些泡面为了要健康化，所以呢它可能就会让它比较少盐，用其他的方法来做这些防腐的过程。那除了不是说只有泡面其他的加工食品也很多啊，比如我们吃很多的这些洋芋片呐，那或者说各式各样的这些加工的这个炸鸡啊，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影片里面有这么多琳琅满目的这些加工食品甚至于说，薯条虽然我们是买薯条回来家里面炸，或者在这个那个大卖场里面买这些那个已经准备好可以直接下油锅炸的东西，甚至于吃这些 donuts 这些东西呢，它的问题并不在防腐的问题也不在于这个添加物的通常不太是添加物，而是因为它高糖，然后高盐尤其以钠盐为主高油脂还有因为要让它做的容易吃，然后容易口感舒服，所以它会用精致的淀粉所以它不太会有这一些圆形的这个纤维那这个过程操作因为要高温，那这个材料要低成本，所以通常也不会有这一些维生素的存在，那它的矿物质的含量可能就比较不均匀，所以这些东西反而是我们称为叫超加工食品，所以它的问题是吃了以后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像正常的食品一样好好的消化它，那所以可能累积高量的油可能累积高量的糖，让我们的代谢不均衡。那有一个研究在2023年然后发表在这个美国医学会里面有一个期刊是它的神经学期刊。那它就由巴西的一群科学家那个针对6个中心所做的多中心的一个研究。那这多中心的研究里面得到一个什么结论呢？他们呢针对公务员他们找了公务员来做这个实验然后呢总共收集了10755个人的数据那超过1万人的这样一个数据，然后去做问卷然后去做他的比如说他的体脂肪啦然后去看最重要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做了认知功能比如说这哦，个单字的记忆或者语嗯，言上面的这个认知速度，那发现呢常吃超加工食品的这一些公务员也比较容易去找到追踪到所以常吃的他的认知能力是比这一些不常吃的要显著的来的比较差嗯。所以这不是动物实验这是在人身上所进行了4年这样一个长期的追踪实验，所以我相信这个非常值得大家警惕。
所以这些超加工食品，就偶尔吃一吃，快乐一下没有关系。是，好的，今天呢，非常感谢王绍宏教授，因为刚才您提到这个超加工食品，其实很多人说哦，它其实有防腐剂各方面，其实不是这个原因啊，就是说这些罐头类的食物，它不一定是因为防腐剂，而是因为它的整个制作的过程，可能对你的健康你不太好吸收。那刚才提到这个巴西的研究，大家要注意，因为失智症是这几年来大家一直都关心的问题，包括照顾者还有这个失智症的患者。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要避免失智症的提早报道，一定要记得你的饮食习惯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尤其是尽量吃一些原型食物，不要一直吃这种超商的不是说超商，就是有一些加工的食品，还不是只有超商，就是只要超加工食品跟加工食品，大家还是不要吃太多，就是尽量还是以健康为主吧。好，今天非常感谢王绍宏教授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舅舅，谢谢大家。谢谢，我想大家啊可以比较清楚一点哦，防腐剂本身不是健康的最重要的敌人。那因为真正的风险是来自于我们是不是太过于依赖超加工食品，所以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一直都在讲健康的这种知识啊，然后预防疾病啊，然后要怎么饮食比较好。其实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少一些加工食品，多一些原型食物，然后食物要吃的均衡，就这么简单，就是我们的健康长久之道。那么我们其实呢，我想问问大家哦，当你在挑选食物的时候，你会更在意标示不含防腐剂，还是产品的保存方式跟来源呢？你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好，节目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别忘了离线之前，麻烦你帮助我们订阅啾啾健康咖这个啾啾的新频道，让我们一同分享健康的知识，让我们更加快乐，然后平安健康。好，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